你知道吗？现在提到 HTC， 可能很多年轻人已经没什么感觉啦，但在10几年前，它可是安卓之王，科技圈的超级明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HTC 是怎么一飞冲天，又是怎么一步步陨落的。事情要从2008年说起，那年第一支 Android 手机 HTC G1 问世了。没错，不是三星，不是小米，是 HTC。这是一家来自台湾的新兴公司，名字全写是 High-Tech Computer， 听起来就很科技感，有没有？在那个 iPhone 还在靠电阻屏耍花样的年代， HTC 带头做出了第一款搭载 Google Android 系统的手机，直接开启了安卓时代的大门。而从那一刻开始， HTC 就一路狂飙。G1 之后， HTC 又推出了 Hero Desire Sensation， 一个比一个火，特别是 Desire 系列直接让无数人第一次有了安卓比 iPhone 还好用的错觉。它的 Sense 界面做得顺滑又人性化，金属机身有质感，相机也给力，更重要的是价格还比 iPhone 便宜。2011年 HTC 一度成为美国智能手机销量第一，全球市占率更冲上了 10% 以上。在中国呢，也红得发紫。那时候你如果拿一台 HTC Sensation 出门，回头率保证比现在拿折叠屏还高。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小米刚出道的时候，雷军最想挑战的目标不是苹果，是 HTC。但你可能也注意到了一个时间点，2011年巅峰之后， HTC 的名字开始越来越少被提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首先 HTC 遇到的第一个坑是它太工程师思维了，产品命名混乱，一年发布10几款机型，型号一个比一个难记，什么 X、XL、XEZ、S1V1X， 消费者根本搞不懂哪一支好。你想买旗舰机， HTC 出了3款，长得差不多，功能差不多，价格差不多，你选哪一个？结果就是消费者迷茫，销售也迷茫，连自己家的业务员都不确定主推哪一款。再来 HTC 没能建立清晰的品牌定位， iPhone 有乔布斯和高端形象，三星主打大屏高性能，小米拼性价比用户社群。那 HTC 呢？最早靠技术吃饭，但后来人家都追上来了，他却没能打造属于自己的独特标签，甚至连广告宣传都一言难尽。你知道 HTC 曾经请谁代言吗？钢铁人、小罗伯特、唐尼，花了1000万美元请他拍广告，但广告的重点不是讲产品，而是搞笑的解释 HTC 3个字母可以代表什么，比如 Hold this cat、 Hipster Troll Car Wash。 观众看完之后，你到底是卖手机的还是搞脱口秀的？错失宣传机会，品牌混乱，让 HTC 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失去了声音。但还有更要命的，就是它在硬体创新上的停滞。你还记得 HTC One M7 吗？2013年的那一只双前置喇叭金属一体成型，机身设计真的很惊艳。但问题来了，之后几年 HTC 几乎都在吃那只 M7 的老本，外观没大改，功能也没新意，别人都开始玩指纹识别，双摄像头全面屏了，它还在反复横跳于金属加玻璃之间。而消费者是现实的，新鲜感一过，下一家就香了。更致命的是，它的系统优化也开始掉链子。HTC 原本以流畅干净著称，但后来新机一出，系统 bug 连发，发热严重，相机不稳定，一句话，用起来越来越贵又不爽。这时候三星、小米、华为开始急起直追，不但性能强，设计新，而且系统也越来越本地化，功能丰富。HTC 原本的优势被一一攻破，而劣势却越放越大。更惨的是，它的市场策略也错了。面对中国市场的快速崛起， HTC 没有及时本地化，没有电商布局，没有粉丝运营，甚至不太愿意打价格战，结果被小米、荣耀、魅族一路屠杀。2015年后， HTC 的市占率直接跌入个位数，连自家台湾市场都守不住。而压垮 HTC 最后一根稻草的是 VR。 没错，就是那时候他认为手机不行了，我们做 Vive 是个好东西，技术很强，也是最早一批主流 VR 头盔。但问题是市场太小，技术门槛高，内容生态没跟上，根本撑不起营收。HTC 把希望都压在了 VR，
却错过了继续挽救手机业务的最后窗口。最后，他甚至把手机研发团队卖给了 Google， 换了11亿美元才算苟活下来。而 HTC 手机也几乎就此消失在主流视野。从王者到透明人， HTC 只用了不到5年。它不是没有实力，而是太慢了，太傲了，太不接地气了。曾经它带领我们走进安卓世界，后来却被我们亲手关进历史的抽屉里。那现在的 HTC 过得怎么样啦？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它还活着。虽然早已不在手机市场的第一线，但 HTC 其实并没有彻底倒下。它现在主要靠3条命线撑着。第一条是卖掉给 Google 的手机团队。2017年 HTC 把负责 Pixel 手机的部分研发团队以11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 Google。 这个交易不仅帮 HTC 回血，还让它暂时有了喘息的机会。而你现在看到的 Google Pixel 手机，很多设计理念其实都能追溯到 HTC 时期，比如双前置扬声器轻系统优化简洁 UI。 可以说 HTC 没能做成安卓的苹果，但它却捐献器官帮助 Google 亲儿子长大了。第二条命线就是我们上集提到的 VR 事业。 HTC 是第一批压住虚拟现实的公司，早在2015年就和 Valve 合作推出了 HTC Vive， 当时真的惊艳全球。很多科技媒体都说 Vive 才是真正把科幻体验变成现实的设备。空间定位首部追踪沉浸体验一度被认为是未来10年的终极科技。问题是梦想太大，现实太骨感。一台外服套装动辄几千块人民币，还得搭配高性能电脑，体验虽好，但门槛太高，内容又少，普通人根本用不上。而 Meta 的 Oculus、 索尼的 PSVR， 甚至苹果的 Vision Pro 接连入场后， HTC 虽然还在，但声音已经不大了。不过要说它失败也不公平，它毕竟比别人早5年启程，在行业里还是有技术地位的。但 VR 这个赛道吃不饱也饿不死。那 HTC 的第3条命线是啥？答案是企业解决方案。现在的 HTC 其实已经从消费电子公司慢慢转型成一个 B2B 科技解决方案提供商。它提供的东西不再是卖给你我这样的消费者，而是卖给医院、学校、工厂甚至政府部门。比如用 VR 培训医学生帮企业建虚拟会议室，甚至在博物馆里做沉浸式导览。听起来有点冷门对吧？但别忘了这类客户有预算，也不挑品牌，只要技术稳定就愿意买单。虽然不像当年卖手机那么风光，但反而更稳定更长线。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转行当包工头的 HTC， 虽然不在舞台中心，但还在幕后一砖一瓦的赚钱养家。不过很多人还是在问， HTC 还有可能翻身吗？我们要现实一点讲，想回到安卓一哥的位置基本不可能。现在的手机市场是巨头之间的游戏，苹果、三星、荣耀、小米、OPPO， 每一家都有庞大的供应链、品牌号召力、社群经营。而消费者的口味也早变了，不是你有技术就能卖得好，你还要有话题、有生态、有体验。HTC 很遗憾地卡在了这个技术强但不会讲故事的时代夹缝里。但如果你问它还有价值吗？答案是有。就像诺基亚没了手机，还有通信专利和基础设施。HTC 虽然不再是明星，但它的 VR 能力、软硬整合研发团队还能在另一些舞台发光。我们甚至可以说 HTC 的消失是一种体面转身，它没有彻底死去，只是退出了你我的视线。而在那些你看不到的地方，它可能正悄悄帮你公司的培训系统、学校的 VR 教室稳定运行着。其实这也挺有意义的，不是吗？当然说到底，我们还是会怀念那个时代，怀念那只叫做 Desire 的经典手机，怀念它做出第一个 Android 手机的魄力，怀念它那句广告词 Quietly Brilliant， 安静的聪明，一个没那么高调却曾经改变世界的品牌。这就是 HTC 的故事，也是所有曾经辉煌过如今沉寂下去的科技品牌的缩影。科技的浪潮太快，有人站上风口，有人沉入海底，但有些名字即使再也不流行，依然值得被记得。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你曾经用过 HTC， 欢迎在留言区说出你的机型。如果你从没用过，也可以说说你对这个品牌还有印象吗？
好啦，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感谢你把视频看到这里。如果觉得视频还不错，记得帮忙点个赞订阅哟，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们下期视频见。